重磅消息：新加坡科技与管理学院向香港城市大学捐赠2000万港元，支持成立应用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院，同时设立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奖助学金，重点支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学生。表面上看，是一所学校支持另一所学校，往深一层看，这讨论的根本不是一所大学，而是新加坡是不是正在把整个亚洲慢慢织成自己的 AI 人才培养网络。未来10年 AI 时代最值钱的资源不是芯片，不是算力，也不只是模型本身，而是能把技术真正做出来，落到产业里，再推向社会的人才。AI 时代真正稀缺的不是某一篇论文，而是稳定、持续、跨地区的人才供给能力。现在一个优秀的 AI 人才，很可能本科在新加坡，硕士去香港，博士到美国，最后回到东南亚创业。人才流动越来越像网络，不再像单线。大学之间的竞争也就从单点竞争变成了网络竞争。这次合作里，一个很关键的表述是，双方要建设跨区域科研协同创新平台和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注意，这不是一次性项目，也不是简单交换生，它的目标是把人才、研究、政策和产业连接起来。谁能把更多节点连成网，谁在 AI 时代的话语权就会更强。下一层更有意思，因为这次研究院的名字里多了一个很多人一眼不会重视的词。AI 竞争正在从技术本身走向技术怎么进入社会，模型做出来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难的是怎么进政府系统，怎么进医院，怎么进金融，怎么进教育，怎么处理数据安全，怎么建立监管边界，怎么让公众愿意使用。真正卡住落地的往往不是代码，而是制度、规则和治理能力。新加坡这几年一直在推进智慧国家建设，也持续强调可信 AI、数据治理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所以它需要的人才不只是会训练模型的人，而是同时懂 AI、数据科学、法律、公共治理和产业应用的人。这次合作把数字治理、政策研究、产业创新明确列为重点方向，这个信号非常强。看看现在的全球趋势，欧洲出台了极其严格的人工智能法案，中美也在抓紧制定行业标准。如果一个天才程序员写出了最顶级的医疗诊断模型，但他不懂如何符合医院的数据隐私合规要求，这个模型就只能停留在实验室里。懂技术的人很多，但能把技术和政策缝合在一起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稀缺。这说明未来最有价值的教育，不只是培养技术高手，而是培养能把技术安全、合规、有效地带进真实社会的人。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细节更值得留意，为什么奖学金不只给新加坡学生，还覆盖马来西亚学生？奖助学金不仅面向新加坡学生，也覆盖马来西亚学生。很多人会把它看成区域友好合作，但如果从人才战略看，它的意义要大得多。新加坡的人口规模决定了本土人才池天然有限，它不可能只靠自己600多万人长期支撑高密度的 AI 研发、产业转化和区域竞争，所以它必须向外连接。马来西亚为什么重要？因为地理近，人才往来成本低，教育和就业流动本来就非常活跃，而且整个东南亚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口结构。如果越来越多优秀学生通过奖学金、联合培养、跨境科研项目进入这个体系，那么形成的就不是某一所大学的人才储备，而是一个区域级的人才生态。随着全球供应链重组，东南亚正成为科技巨头争夺的新高地。微软、谷歌最近都在疯狂加码东南亚的算力基础设施，硬件铺好了，接下来最缺的就是本土化人才。新加坡把奖学金覆盖到马来西亚，不仅是在为自己蓄水，更是在帮那些把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的跨国企业打造一个辐射整个东南亚的人才后备库。新加坡最聪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一定要拥有最多人口，但它可以成为人才进入亚洲高端教育和创新体系的重要入口。对家长来说，这意味着未来的升学竞争可能不再只看一所学校，而要看这所学校背后连着哪一张区域网络。亚洲 AI 教育竞争正在从各自为战
慢慢走向协同合作。过去很多亚洲高校更像是在追赶欧美模式，彼此之间合作没有那么深。现在情况变了，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跨境科研项目、共享实验平台，这些都在变得越来越常见。原因很现实，AI 研发越来越复杂，成本越来越高，落地场景越来越多元。单靠一所大学，甚至单靠一个国家，已经很难把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整条链条都做完整。所以未来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你有多少资源，而是你能不能把分散在不同城市、不同机构、不同产业里的资源组织起来。这次双方提出建立长期科研协同机制，推动教育、科研和产业融合，本质上就是在提前站位。谁先把跨境协同的机制搭起来，谁就更容易在下一轮竞争里拿到主动权。教育在新加坡早就不只是培养学生这么简单，它已经是国家竞争战略的一部分。今天的大学要做的不只是授课和发文凭，它还要孵化企业，承接科研转化，服务产业升级，甚至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新加坡知道自己无法像中美那样靠庞大的内需市场直接喂养出超级大模型，所以选择了一条借力打力的路线，通过顶尖教育和政策环境，把全球最聪明的脑袋和科技巨头总部吸引过来，再通过高校跨国网络将影响力辐射整个亚洲。在这个闭环里，教育就是新加坡撬动全球科技版图的最强杠杆。也正因为这样，未来 AI 竞争拼的不会只是论文数量，也不会只是几所名校的名气，真正决定差距的是谁能持续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再把这些人才组织成一个跨区域的创新共同体。说到这里，这2000万港元的意义其实已经很清楚了。过去大学培养的是毕业生，今天大学越来越像是在搭建全球人才网络。过去高校竞争的是排名，今天竞争的是谁能连接更多国家、更多科研机构、更多企业、更多年轻人才。对新加坡来说，它没有人口和市场规模优势，就不能走数量取胜这条路。它更现实的选择是把自己做成亚洲 AI 人才网络的组织者、连接者和放大器。未来真正决定 AI 竞争力的，可能不是哪个国家先发布更大的模型，而是谁能持续汇聚最优秀的人才，并把这些人才转化成科研成果、产业创新和长期国力。这也是为什么一条看似普通的高校合作新闻值得家长认真看，因为今天孩子面对的已经不是单一城市的升学竞争，而是区域级的人才格局重组。你觉得，如果未来亚洲真的形成跨境 AI 人才网络，最大的受益者会是谁？是新加坡？是香港？还是整个亚洲？欢迎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拆解新加坡教育、国家战略和全球 AI 趋势的内容，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一期继续。